都是我不好啊，都是我没能力啊，让你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对不起。很想你。非常的想你，不仅是我想你，我想国伦他也想你，我想你也很想我们吧。看啊。这个呢，是你送给我的魔方，我会玩了，玩了不好，还凑合。我现在啊，也学会了做饭。我想你再也不会说我是大男子主义了。我想，如果你还能回来的话，或者是还有下辈子的话，我还想跟你在一起，还想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哪怕天天吵架，我都高兴。哪怕天天吵架呢，我都高兴。你快回来呀！我怎么也找不到你？市里的消息还说，吴书记亲自指示，江云化工的赔偿款1个星期内必须到账，否则就把幕后的股东掘地3尺。到时候挖出萝卜带着泥，再把集团给搅进去，就得不偿失了。哇，让他们尽管挖呗。我罗怀公在这里做生意那么多年了，啊，这么容易轻易被挖了出来，我不就是白混了吗？码头村那具女尸，罗总听说了吗？那个女记者，就是启航消失多年的老婆郭念。没想到她真的死了。怎么了？说话呀！爷，事儿是办了，这郭念死了。不是，你再说一遍。不是让你教训他一下吗？把人弄死干什么呀？爷，
我也没想弄死他，但是当时情况就是那样，我也没办法。你想干什么你？又见面了，大记者。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在这儿藏什么不该藏的东西，让我找出来？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懂，而且懂得很。你们这些干记者的，不都喜欢在这种地方藏什么摄像头啊，什么录音笔啊？说，藏哪儿了？我没藏，我没藏。做鬼做害怕了！你们大公集团就是江阴化工厂幕后影子老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江阴化工厂不仅排污，还替你们行贿官员洗黑钱，这些我全都知道，我已经查清楚了。不知好歹！干什么你？老子告诉你，刚才那一巴掌只是警告而已。如果你再胡说八道，我知道你有一个最喜欢的弟弟，到时候就不是警告那么简单了啊！你敢动我弟弟，你试试！我跟你拼了！你敢动我弟弟，你试试！找死啊你！是啊，都是为了自己的亲人呐。好，我就要利用这件事情对付齐衡。用他的老婆对付他本人？没错，就这么办。谁让这齐衡处处针对我？要不是他的话，这些老百姓会来找我赔款吗？好好的江云化工呢，现在废了。我还听说他在怂恿检察院要起诉我，要判江云化工赔巨款，要恢复当地的环境。处处针对我，要把我逼死。行，齐衡，那我也得抓住这次机会来对付你。那我们要怎么做？演戏啊！这两天你写封举报信，寄到市里，要寄给齐勇书记。信要写平信，往邮筒里一扔的那种。秘密还是实名？当然是实名了。无毒不丈夫。
大哥，大哥，你怎么喝这么多？大哥，你家在哪？我家呢，在上面。那给你家人打个电话。大哥，我扶你起来。大哥，你这再给我1分钟的时间，我他怎么了？他喝多了。喝多了，来，快起来！钱交给你了啊。谢谢，谢谢，来，这儿走，慢点啊。慢点。哎，咱们去沙发那儿坐着。你还好吗？难受吗？啊，不难受。慢着点啊，我们坐沙发上。小心。我今天啊，看见郭念了。郭念他没有怪我，他跟我说话，他原谅我的大男子主义。啊，我很开心啊！想喝酒的时候，慢点，可以先喝一点水。一起跟着喝。慢点。郭念啊，咱俩跟之前没什么变化，齐远，你听我还说，是那么不照顾你听我的说情绪啊。新闻里面说的那具女尸是郭念，是不是真的？我也不希望是郭念，我也不想是他，可是没错 ，DNA 啊 ，DNA 都是对的。不可能，不可能！特别是您说到 DNA，我觉得完全不可能，因为我之前有偷偷拿郭伦的 DNA 去验过，就在他喝酸奶的时候，把那个吸管拿给侯队让他去测，完全不符合。小马，郭伦的 DNA 不是郭念的 DNA， 郭伦是郭伦的 DNA， 郭念是郭念的 DNA。你都给我说糊涂了，什么叫郭伦的 DNA 不是郭念的 DNA？DNA 它是可以直系亲属去查验的。郭伦嗯，不是郭念的弟弟，所以郭念的 DNA 是郭念的 DNA， 郭伦的 DNA 是郭伦的 DNA， 捡来的。哎，郭念，你要去哪儿啊你？干嘛？哎，不是，你要去哪儿啊？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什么样的日子？这不挺好吗？你每天都不让我工作，让我天天在家里待着。可是你呢？你天天在外头忙，我一天也见不到你。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不了解我了。我真的很想离开这个家。哎，你能离开我，离开这个家，能离开你的弟弟吗？他不是我弟弟，他怎么就不是你弟弟？郭伦本来就不是我亲弟弟，他是抱回来的。他怎么是抱来的？你又说气话是不是？当初就是因为我爸想要个儿子，我妈生不了，所以他们就抱回来一个弟弟。这么多年，我给他吃，给他穿，督促他好好学习。他现在长大了，他应该懂得照顾自己了。而且我觉得他跟你在一起比跟我在一起更安全。我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我就想完成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吗？齐恒，
我觉得我们彼此该给对方一个空间。你说郭伦，他不是郭念的亲弟弟啊？不是亲弟弟，但是比亲弟弟还亲。郭伦，郭伦，你听到什么啊，吗？郭伦，郭伦，郭伦，你听，贱子！干嘛，郭伦？干嘛你，郭伦？郭伦，你照顾好自己，我去看一下郭伦啊。郭伦，你姐不让我告诉你，你姐不让我说，你比他亲弟弟还亲。郭伦，我姐不是我亲姐，我姐竟然有过丢下我的念头。但是你姐夫他没有，你姐夫他永远不会的，我也不会。我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齐恒跟我更没有一点关系。但他却是那个一直对我不离不弃的人。郭总好。哎，帮我记一下这个快递啊。嗯，好。谢谢。你好，请问郭伦在吗？我就是。您有什么事儿吗？你就是郭伦。对。请跟我们走一趟吧。我说侯警官，你不去调查杀害我姐的真凶，干嘛抓我啊？别乱说话啊！问你什么就答什么。我问你，你为什么怀疑你姐是被杀死的？我们现在的证据只能证明你姐是摔断脖子死的。至于她是掉到井里，还是被别人推下去的，现在还不能定论。万一是她自己掉下去的呢？还有，虽然有那么一封你姐寄给你姐夫的所谓的分手信吧，但是就现在的法医技术，还不能把你姐的死亡时间具体到6年前的某一天，只能是一个大致的范围。所以你姐呢，有可能是先离家出走，再寄信，然后死掉了。所以呢，就不能证明有人杀害你姐，再伪造匿名信寄给你们家，是不是？道理是没道理，但我就是觉得我姐是被人杀害的，这违法吗？这当然不违法。所以你就给我们寄匿名信，对吗？瞪什么眼呀？就你这点小伎俩，用你们的话是不是叫搂爆了？啊？你以为给我们发个快递，写个假的寄件地址、假名字、假电话，我们就查不出来了？我告诉你啊，通过快递单号，我们就能锁定快递员。锁定快递员，我就知道他在哪收的件儿，什么时间收的件儿，一查就查到你上班的公司了。还有，你姐的头发，这么私密的东西，谁会有？是不是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是你干的？原来警察不傻呀！你说什么？
说，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想查清我姐的死因，但我不想让齐恒知道，否则他不会同意的。所以你就打算再给我们寄这第2封匿名信啊，协助我们调查？对，虽然她不是我亲。说什么？大点声！对，我就是想帮助你们去调查，就是这样。你寄这东西我看了啊，你是怀疑你姐查到了大公集团和江云化工农场的非法勾当，所以被那个郑铎杀害了，对吗？肯定是这样的，要不然不会那么多巧合。而且水卫红也说过，他亲眼看到郑铎威胁我姐，这郑铎很可能杀害我姐。好，这水卫红啊，现在还没找着，咱先不说。你能证明你和水卫红在不同的地方见到的那个人就是郑铎吗？就算是郑铎，你又能证明大公集团和江云化工农场存在你姐查到的那些非法勾当吗？不能吧？所以你这些是不是猜测？不是所有的调查都是通过猜测和推理开始的吗？哼，这话你小子说的还算靠谱啊！所以呢，我要谢谢你给我们寄来这么多线索。但是现在我要跟你说正经了，这事儿你不要再插手了，交给我们警察。我就问你，你相信我吗？胡哥们儿，我这……哎，别套近乎。行，但是你不能把这事儿告诉齐恒，他会担心我的。行，你只要答应我不再私自调查了，我就不告诉齐恒，你还可以拿我当哥们儿。成交。来，你先看一下这封举报信。哎，有人举报郭念的死因跟齐恒有关，怎么样？很吃惊吧？我也跟你一样，看到这封信以后，可是这里边空泛的只是说齐恒有家暴史，殴打过郭念，然后郭念提出离婚，齐恒不同意以外，没有实质上的什么严证和物证啊。虽说这是一封实名举报信，但是我觉得可信度不是太强。是，当然了，我们都是了解齐恒同志的啊。这个同志除了工作上比较较真儿以外，他还是个好同志，所以我也不大相信。那齐勇书记，您的意思是？我是这样想啊，只是凭着我们个人对齐恒同志的认识，对他的感情，就把这封举报信扔到垃圾箱里了，是不是？也有失原则呀。那您觉得这事该怎么办？先查一查吧。查一查呢，我们也是对党、对人民负责，也是对齐恒同志本人负责。如果查出问题来，我们再按程序逐级汇报；如果查不出问题来呢，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还有什么想法吗？没有。那成，那我就成立一个小组，顺着这个线索呀调查下去。好，刘总啊。我强调一下啊，调查先秘密进行，知情的人控制到最小范围。情况有什么进展呢？负责调查的同志单独向你汇报，也单独向我汇报。行，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好，去吧。
市委那边应该收到我寄过去的信了吧？3天了，说不定秦勇书记已经开始调查了。但愿吧。罗总，齐衡身为国家公务员，如果接受刑事调查的话，就会停了他的职务吧？那可不一定，他们可不会因为一封实名举报信，就突然之间停了他的职，这不符合规定和流程。就算是要停他的职，也得得到市里的点头，包括高院的支持。那别急，这只是第1步，我这里还有第2步、第3步等着他呢。家暴，家暴，我觉得我没有。老侯啊，如果是工作压力很大，工作很多，我跟他吵过架是有的。我觉得夫妻之间很正常。但你们说我家暴，长期的虐待我的老婆，这真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事情。对，何律师。齐远，可那个举报人说了，说你长期殴打郭念，还打得遍体鳞伤了。长期殴打，打得遍体鳞伤了。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个举报人他怎么说的？时间、地点是在2008年的2月。郭念呢，从齐州去你任职的都亭市探亲，你当时不是还去汽车站接他吗？你们俩见面之后啊，发生点口角，你还动手打了他，你记得吗？08年的事情。真不记得了。齐远，你再仔细想想，他是不是去看过你啊？他离开家前，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吵架。有时候我在齐州的时候呢，我们就过一个周末。有时候我不在齐州，在外地的时候呢，他就过来看我。的确是08年的2月份。我们过了一次春节。那这人应该是你接的吧？人是我接的。那你们是因为什么吵架还动手了？我们没吵架，我根本就不记得我动手了。齐远，这是你的一面之词。那举报人都说了，你动手打了呀。我跟你说过，我没有打他。你可以说是一面之词。那个人呢？那个举报人呢？你告诉我，你把他叫过来，我当面跟他对质，这不就全都清楚了吗？我到底打没打过念？老齐，那个举报人我们去找过，凭空就消失了，没找着。我知道这事儿不。老侯，你还是不是公安啊？啊？哦，举报人凭空消失了，你就来问我，然后说我是一面之词。我现在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你怎么知道我在撒谎啊？老齐，先不要生气，请你过来啊，只是做一个正常的询问。来，坐下，坐下，先喝杯水。
来告诉你这个举报人是怎么回事吧。她是衢州晚报职工食堂的一个退休的老阿姨，她跟郭念之间关系不错，这些都是郭念跟她说的。还有啊，郭念跟她说，她经受不了你对她的折磨，提出来要离婚，你不同意，甚至还说杀了她。林峰，你还是不是我朋友？他们都可以这么问我，你可以吗？你不认识我吗？你不认识郭念吗？我们在一起待了多长时间？我能杀了他吗？我在公安局待过，我现在还在法院待过。你说我再冲动，我也不能说我要打他，我要杀了他。老去。我知道，对不起啊，今天我心里有点难受，我觉得我有点失态，对不起啊，对不起杨老好，对不起。如果你们真的认为我长期的虐待郭念，我相信你们可以从他的身上找到一些证据。等你们弄清楚之后，需要我配合调查的，我会全力配合。我可以走了吗？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老伯爷，郭姐走了，我心里也很不舒服。好了，你呢就多保重吧，啊。回去吧。走吧。好，是向科长。他说，公安认为举报信和失踪的老阿姨都不算实质证据，尤其是那个失踪的老阿姨，突然间作证又突然间失踪，太过蹊跷，十分的可疑，所以并没有把齐一恒列入主要的嫌疑人。还有吗？向科长还说，让我们不要再拿他去澳门赌钱的事情来要挟他，否则他宁愿去纪委坦白从宽，也不再为我们做事儿了。他这个人呐，这嘴里喊的啊，正义凛然的，真要他原地爆炸，你看他敢不敢？郭念的个人档案他也发过来了。陈述怎么说呀？陈述说，现在要定一个人的罪，就要从人证、物证、案发的时间、地点、死因、动机等多方面下功夫。现在警方不会只看口供了。就他懂啊？他说他告诉我们这些，只是为了普及刑侦知识，并没有针对某个人或者某个案件。行了，这样，你去把郭念的档案打印出来，好戏要上演了。这么多材料啊！你们很能干。姐姐一定是被郑铎和罗怀公害死的。姐夫，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调查？咱们一起肯定比警察效率高。你以为你是谁呀？大侦探，福尔摩斯啊！那么多警察都不如你一个人，你知道你这样有多危险吗？还有你，他脑袋不成熟，你脑袋也不成熟。你是害怕危险吗？我是害怕危险吗？
我是怕你有危险。你要是有危险，啊，我怎么对得起你爸你妈？还有你的姐，姐夫什么姐夫？好了，不说了，你不要再管这个事儿了，由我和警察处理就行了。祈愿你先别生气，他们都已经莫名其妙的怀疑到你头上了，你还信他们啊？我原来的想法其实跟你是一样的，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们根本就靠不住，你就别那么小心谨慎、瞻前顾后的了，好不好？我们现在已经有重大发现了，我们靠自己也行。马拉松，你靠什么自己？你也跟他一样靠自己？那警察调查我，那是属于正常程序，知道吗？如果不排除几个嫌疑人，怎么能抓到真正的嫌疑人？你这么怕调查，不会真的是你吧？说什么呢你？早知道还不如不说，我自己一个人查。哎，郭伦，喂。你是郭聂的高中同学？嗯，我们从小一起在成都长大，然后一起上了树德中学。虽然她是我的学姐，但是在学校我们的关系是最好的。再后来，她就到齐州上了大学，我也去了外地。虽然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是还会经常写信的。写信？是啊。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微信啊，当然是写信了。不过，我们都很喜欢这种方式，感觉很有仪式感，所以就一直把它保留了下来。直到他婚后，我们还一直在通信。这个习惯蛮好的。哎，你说有他的信想给我看？啊，对。您看。哎，你不是说是信吗？怎么是这个呀？哦，前2年搬家了，有很多不用的东西就已经扔掉了。我就想，现在科技也都发达了，我就把那些信啊都扫描到电脑里，随时想看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看，所以就把原件给扔掉了。好。这信上说，她丈夫一直对她拳打脚踢，她过得很痛苦，想离婚。但为了弟弟，她只能坚持下来。这最后一封信说，她终于想通了，必须离婚，还想到你那儿住几天。是啊，我觉得事情挺严重的。收到信后，我就立刻给他打电话，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哭着跟我说，他不敢来了，怕齐恒知道。再后来就联系不上了。我挺担心他的，我还专门到齐州去找了他，但是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失踪了。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抚几段的诱饵，捕获缥缈的唯美。我相信自己，生如璀璨的夏日之花。
见爱情，我相信爱情是一滩挣扎浪涛，如一阵轻微的风。我相信自己，似如精美的秋日落叶，不声不乱，姿态如约，驻守岁月留下的信念，生如夏花，死如秋。